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冯交易。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聊一下 First FVG 和开盘区间缺口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First FVG。First FVG 和开盘区间缺口呢，是 ICT 呢在2024年这个系列视频里边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 First FVG。First FVG 呢是开盘以后9点半开盘以后呢9点31分之后的第一个 FVG，我们把它叫做 First FVG。比方说昨天这里呢是9点30，这边呢绿色蜡烛是9点30，然后呢这是9点31、9点32、9点33。在9点31和9点33之间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区域，这个区域呢形成了开盘以后第一个 FVG，我们就把这个 FVG 呢叫做 First FVG。我们再往前看一下，前一天这里是9点30，9点30开盘以后呢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 FVG，但是这个呢，我们不能把它叫做 First FVG。First FVG 呢，指的是9点31之后形成的第一个 FVG，叫做 First FVG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往后这里都没有形成 FVG，直到9点40、9点39和9点41之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形成了一个看空的 FVG，我们把这个位置的 FVG 呢叫做 First FVG。这下我们了解了这个 First FVG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开盘区间缺口。开盘区间缺口呢，我们每天可以在开盘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图表呢，首先切换到我们点一下 Trading View 下面有一个 ETX，我们点一下，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 Regular Trading Hours，我们选项选成 Regular Trading Hours，选成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1分钟图表上，然后呢，前一天4点14和今天的9点30之间，这里呢会有一个缺口，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有。我们看一下，今天这是昨天的，昨天这里有个缺口，我们把这个4点14的收盘价和9点30的开盘价，这里呢用斐波那契工具，我们把它标出来。高点呢，这里是4点14的收盘价，这里是9点30的开盘价，我们把这个位置标出来。如果缺口小的话，我们可以标出0.5、1和0的位置，0、1和0.5的位置。如果缺口比较大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标出0.25和0.75这两个位置。但是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标出0、1和0.5，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前一天，我现在的图表视图是 Regular Trading Hours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用切换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，这是7月15号，然后呢，4点14的收盘价和9点30的开盘价，我们把这个上下用这个斐波那契工具给它标出来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开盘区间缺口。这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这个 First FVG。First FVG 呢和开盘区间缺口呢，在 ICT 2024视频里边还有比较多的使用介绍。如果说目前呢，价格是在一个开盘以后，价格是在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上方或者下方，
没有回调到50%的话，那么说明价格是在一个溢价区。呃，大概呢有，这个 SCT 说大概有70%的概率呢，价格都会回调到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昨天的，这是9:30开盘，价格上行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位置呢，能不能继续追多？价格没有回调到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时候呢，那么暂时的这个 bias 是看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回调，完全回补了这个达到50%，完全回补了价格缺口，然后呢再次形成。这是昨天的，这是前一天也看到，这是9:30开盘以后，开盘以后呢，价格上行，拿掉上方高点以后呢，拿掉这里的高点以后呢，到达这里的 OB 位置，遇到阻力，然后呢回调，回调到这个50%，然后再回踩，然后呢持续下跌。这个再往前一天的开盘缺口就比较大一些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9:30开盘，价格上行，仍然是上面一个长阴线，然后呢，价格逐步的回调，回调，回调，一直回调到50%，然后呢，价格开始在这里盘整，也是回调了50%。这一天呢，基本上开盘的价格和这个9:30开盘的价格和前一天收盘的价格呢，基本上在一起，所以这里呢没有一个开盘缺口，开盘区间缺口。这一天我们也可以同样看到，价格开盘以后并没有回调到50%，然后呢，价格继续下行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它没有回调到50%，所以呢，你的这个 bias 仍然可以持有看涨的一个态度。然后呢，价格在下方，经过一个俯冲以后呢，开始回调，也是达到了50%，也甚至完全填补了这个缺口。那么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，如何使用这个First FEG 和开盘区间缺口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组合？第一个呢，我们首先要判定 bias，第一个首先判定 bias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价格目前是在这个开盘区间缺口之上的话，那么我们呢，没有回补50%的话，那么我们是看跌。如果目前的价格是在开盘区间缺口下方，没有回补50%的话，我们暂时的这个 bias 是看多。那么现在就可以利用这个 First FEG 来进行一个入场。First FEG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入场位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。我们可以看，这是7月9号的一个视图。然后呢，价格开盘以后呢，并没有回调的，这里是开盘区间缺口，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，这是开盘区间缺口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呢，9:30开盘以后呢，价格继续上行，并没有回调到50%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不会有做多打算。我们的想法呢是，价格可能会回调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不会是有任何做多的打算。然后呢，价格继续上行，也没有回踩 First FEG，是这里出现一个第一个 First FEG，然后持续上行，持续上行，直到上方价格在这里出现一个结构破坏，然后继续下行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下行，然后突破了 突破了 First FEG 以后呢，那么这里的 First FEG 呢就成为一个 IFVG，然后呢下行回踩 First FEG，我们看到 First FEG 非常起作用，然后呢顺利的回调到了这个50%。
那么如果说没有在这个结构破坏的位置入场做空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 First FVG 形成 FVG 以后呢，在这里考虑做空。然后呢，目标价位就是开盘区间缺口的50%。然后我们再看一天，好，这是9:30，9:30开盘以后呢，价格上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9:30，9:31的蜡烛刺穿9:30的顶部，然后形成一个长阴线。9:32与9:30在这里呢形成 First FEG，这个位置呢是 First FEG 的位置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从这里入场，从这里入场，从 First FEG 下方入场做空，做一个短期的空单。然后呢，止损呢放在这个上沿，止盈1:2。啊，然后呢，第一目标呢就可以放在这个 First FEG 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，我们在这里达到第一目标，价格回踩仍然是回踩这个 First FEG 没有突破，然后呢持续下行，直到达到我们的目标。这是第二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这几个例子几乎是连起来的，所以说明这个策略呢，它是有一个复制性、可复制的这个策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天。好，这是7月1号，7月1号的视图。然后呢，价格在这里呢9:30开盘，然后盘整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在这里出现一个看空的 FEG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9:43、9:42、9:43和9:44之间形成了 First FEG，这是一个看空的 FEG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价格并没有在这之前并没有回补开盘区间缺口的50%，所以呢，这里出现一个看空的 FEG 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从这个 First FEG 做空，我们想要等到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回调的到这个开盘区间缺口50%的这个可能性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持续观察，价格在这里继续上行，突破了这个 First FEG，那么这个 First FEG 呢形成了一个 IFVG，在价格回踩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里入场做多，然后呢，第一目标呢是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。那么也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也是成功的达到了目标。再往前再看一天，好，这是6月30号的视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这个开盘区间缺口非常大，从上方这里到这里，然后呢50%的位置，价格从9:30开盘，9:31和9:32之间形成了一个9:31、2、3之间形成了 First FEG，然后呢，价格继续下行，但是呢，并没有达到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。现在呢，价格回踩，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位置入场做空。第一目标呢，当然就是 First FEG。如果说价格已经达到了 First FE，达到了这个第一目标呢是开盘区间缺口的50%。如果说价格已经达到了那么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策略呢就不再适用。再往前再看一天吧，这是6月26号的视图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开盘区间缺口位置，然后呢，从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可以看价格持续下行，然后呢，在9:35和9:37之间形成了 First FEG，然后呢，价格回踩 First FEG 持续下行，到达下方的 OB 位置，也是完全填补了这个开盘区间缺口。这是
6月24号的视图，价格开盘以后呢，持续上升，并没有回补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。那么我们预期呢，价格有可能去填补这个50%，所以呢，我们等待 First FEG 的出现。直到这个9:46和9:48之间，这里形成了 First FEG，并且呢，价格发生了一个结构破坏，我们可以在 First FEG 入场做空，然后目标呢是 这个开盘区间缺口的50%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笔交易的这个盈亏比是非常不错的，1:4.79的盈亏比。OK，今天关于 Force FEG 和开盘区间缺口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建议，欢迎留言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